今天是我们抵达孟加拉的第一天，很多网友呢对我们的旅行有很多问题。今天我们抽出一点时间跟大家集中的聊一聊，我们的出国目的是什么？很多网友在问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出国目的呢，其实就是旅行，顺便分享我们在旅行过程中遇到的一些故事和好玩的事儿，还有一些美食啊、历史啊这些东西啊。这跟我们之前的本职工作也是息息相关的。对，也很多人有人问我们，你们过去到底是干什么的？首先是这样啊，那个耀阳和纳兰原来是同一个行业、同一家公司的，我们都是从事旅游行业的从业者。对，我呢，其实过去呢开了旅游公司，也开了广告公司。这广告公司呢是服务于旅行社，在国外就是帮助别人拍一些这个境外的广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原来的本职工作。主要也是组织这个出境旅行的。对，很多人问，那你原来做旅游好好的，为什么转自媒体了呢？我觉得这个还是因为疫情的事情。大家都知道，疫情对很多行业的冲击特别大，尤其像我们做这种境外旅行的，然后基本上就在，我觉得在一夜之间吧，算是失业了。土崩瓦解，瞬间我们俩就失业了。对，这个失业了以后呢，我们就看了一下自己的长短，我们决定啊，这个做自媒体，做什么自媒体呢？做旅行自媒体。因为我看人家都在玩自媒体，都在刷这个短视频啊。他这个2017年就说让我这个去玩这个短视频。对。但是呢，当时呢我没有去做，因为有自己本职工作，确实也忙不开，而且对这块也不懂，比较陌生的领域。自从这个疫情来了以后，我就有大把的时间了，所以呢，我就去做了一个旅行自媒体。因为我们两个选择这行业也是因为比较爱玩。对，在玩的过程中呢，原来是自己照相，现在是录着视频传到网上，跟大家进行一次分享。对，这样呢，慢慢的日积月累就形成了今天。有很多人问，咱俩今年的计划是什么？今年的原本计划是想把我们的这个坦克300。这是耀阳一直梦想的一件事情，把我们中国的科技、中国的汽车，然后带向那个全球，走向世界。其实呢，我真的我的心里一直有个梦，或者说一直有一个事儿想实现。在2013年，我们第一次当时出了一个标题，想做一个大的事件，叫开中国车走世界路，寻找人类的文明。当时第一站是设立的非洲，当然阴差阳错各种情况吧，发生了这个事情呢就流产了，就没有实现。所以呢，当我现在做了自媒体了，我回国的第一件事我就是想，能不能通过我自己的力量，咱们不借助别人的力量。原来是找厂家投车，然后有很多的媒体跟着人家是媒体，现在我是自媒体了，能不能我自己开车，我开着中国车，咱们转世界。第一呢，分享世界的变化。第二呢，弘扬我们中国的文化。第三，也让别人看到啊，也让那个我们世界上的人看到我们中国的这个科技的一个进步，一个腾飞。对，所以我选了最新款的车，因为它的配置啊，它的越野性能各方面调教啊，我觉得肯定会让世界人羡慕我们。所以呢，我们想开着汽车从俄罗斯到这个乌克兰，从乌克兰到欧洲，从欧洲到非洲，非洲到中东，一直到穿越阿富汗、巴基斯坦，最后回中国。这个是我们原本的计划。对，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无论是资金啊，无论是这个现在的这个管控比较严格啊，各种各样的原因，现在这个计划在搁置中。但是呢，我们并没有放弃希望。人家问为什么我们要去阿富汗呢？为什么要去阿富汗？对，首先是这样啊，在去年的应该是8月份，我第一次想去阿富汗。阿富汗在我原来呢，离你非常的近。原来离我非常的远，就是原来他一直在打仗嘛，一直在战乱国家。我对他其实有莫名的好奇包括这个很多的战乱国家，我都是非常好奇。还有一些非洲部落啊，就这种原始正常人普通人去不了的地方，我都是很好奇的。直到去年8月份，是吧？美国回去了。那么那个阿富汗相当于他在当时的一个状况，是一个没有外国人进入的这么一个状况。我当时呢，其实和我巴基斯坦的朋友，我们从白沙瓦开车，我们就去了阿富汗了。但是在边境的时候就被劝返了，说你们不能去。所以我说这是离你最近的一次。这是离我最近的一次，我已经看到阿富汗的土地了，我已经看到大陆了。但是站在那儿的大兵说你们不能去，因为安全问题。
所以你们要劝回。当时那个很多的那个难民都已经集中到那口了，过不来。哎，那个是第一次，所以他在我心里就种下了这么一个萌动的种子。今年我们去俄罗斯等待接收我们这个汽车的同时，我就一直在想着未来的路怎么走。后来就听说俄国和这个乌克兰可能要开战，再加上这个当时的汽车出不来，没有办法。然后呢，我们就查了一下，发现阿富汗安全了，我们就找了朋友办了签证，就去了阿富汗。这个是我们最初，也是我自己想实现我自己心里一点的这个愿望和情怀吧。去的阿富汗，在阿富汗发生过什么危险吗？在阿富汗，我觉得发生的危险其实非常的多，对，就是很多是我们在直播间有讲过，但是有很多不能过审的。其实是这样啊，我们在阿富汗嘛，毕竟它是一个还不是那么的稳定的一个国家，在我们的旅途中发生过很多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是没有把视频发出来的。打个比方，其实我们是比较爱拍这个极限一点的视频，就是更多的有一些风险的视频我去拍了，比如我们在这个塔利班这个总部门口，我们拍摄坦克那一集，这个就会风险会极大。其实后来发生了很多的事儿这个很重的这种东西都已经顶到我身上了。我们有一次呢，从这个巴米扬回首都喀布尔，在这个路上我们有发生了一些故事其实我当时去拍摄一些这个阿富汗推车的正能量的一些视频，但是那视频没有发出来因为后来它的这个事情的走向它变了，我们呢这个各种原因吧，我都已经被别人把这个顶到头上了，给他吓得都已经钻到车的下面去了。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做好了一切的准备，有可能我们的生命就戛然而止，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可能我觉得对耀阳来讲，这不是他第一次接近于死亡线吧，但是对于我来讲，就是真的是第一次。所以当时的那种恐慌、那种无助，在一个完全没有信号、完全陌生的一个国度，然后可能你消失了，并没有人能发现。实际上我们在当地是，我们也是蛮小心的，但是我更希望能够给大家透露一些真实的这个视频。所以有的时候我拍摄的时候我不带它，是因为风险过于大了，有时候这个限制我的视频没办法发出来，也是因为有很多视频限流的主要原因。一直很多人在留言区包括在直播间问说，你是不是富二代？你们哪来那么多钱出国旅游？你们的经济靠什么支撑呢？是吧？其实这个事儿呢，刚开始我们真的是靠积蓄，因为我们两个是做生意的嘛，对吧？我们是做生意的，原来有一些积蓄，最开始是靠积蓄，然后呢，大家也知道做视频，基本视频变现就是一个是流量，一个是广告，还有一个就是直播带货，基本上靠这3个。那我们在做视频最开始的初衷呢，其实是喜欢分享一些别人看不到的风景，别人不知道的故事，但是后来疫情来了，生意各方面的东西也就大部分都放弃了，看到别人这个一直玩视频呢，我们说尝试一下，并不知道是怎么赚钱但是想着就还没有到那一步，对，还没到那一步，想着咱先别亏钱，行不行？但没想到这个旅行自媒体是那个最花钱的一个。就是我回国以后，我们两个去周游中国，拍中国的视频去，拍了30个省，30多个省。这有一些省还没有来得及发。刚开始在国内旅行的1年里我们两个花了几十万，开始也不懂，请了一些人，确实也为了学习一些东西，走了很多弯路。后来呢，就变得只有我一个人了。就比如像去年，我一个人出国7个月的时间没回家，真的就像流浪一样，真的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这么失魂落魄过。毕竟原来自己做生意的嘛，收益也是相当的可观。因为像去年光靠这个发视频的流量费，真的是杯水车薪。不过去年一个人走了这么长时间，说实话也没想着具体是怎么变现，只想着一个事儿：我能不能先把视频做好，能不能先让大家喜欢看我的视频。其实在走之前，我跟他大吵了一架，因为毕竟这么长时间了，没有给家里赚1分的钱，完了家里开销很大，房子、车子、孩子、日子，
一直没赚钱，老婆有点脾气也很正常。最后逼得纳兰去做了最基本的工作，给别人打工，给我买回国机票钱。回国以后呢，陆陆续续的就开始好转了，活动啊、广告的邀约也都有了。今年就想着出去之前能不能先找一些赞助，找一些广告，让咱们这个支出啊能不能变得没有那么的多。因为再大的家底儿，我觉得也经不住啊，这么花费啊，确实是。对。后来没想到的事情太多了，汽车出不去，广告投不了。当然了，这些大部分都跟疫情是有关系的。在能满足啊自己家里生活、孩子一些必要开支以外，如果我们还能赚到额外更多的钱，帮助一些别的人，其实我们也感到非常的开心。在阿富汗，其实我们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也帮助了不少人。当然，我们也需要养家，我们也需要养孩子，所以在阿富汗，我基本连轴转了，白天拍视频，晚上直播，夜里剪视频，体重一度瘦了15斤。对，我觉得那段时间确实压力特别大，不光是耀阳瘦了15斤，我的头发脱得非常的严重啊，就大把大把的往下掉，主要就是因为连轴转啊，休息时间非常的不够，用脑过度，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这段时间确实对我们来讲是很艰苦的啊。其实真的，我是第一次染头，我染的黑头。耀阳很执拗的，必须要把头发染黑。因为我头发真的是可能长期熬夜吧，真的白了半扇。那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你们不接受网友的捐赠呢？确实在我们的后台收到了很多网友的私信，希望自己能出一份力，能够给我们捐一些钱，让我们呢去帮助别人啊。确实有很多人是有这个想法的，但这个事儿呢，和我们的初衷有点不太一样。第一个，我们是个旅行博主，我们并不是一个慈善博主，与我们的自身的定位不太一样。第二，我们是个人，不是机构，我们可能是在国外啊，但是这也牵扯到可能我们没有这个权利去拿您的钱，这是第一个事儿。那么第二个事儿就是与我们未来的定位不同，就是我们是希望能够带着大家去看世界的，变成大家的一双眼睛，了解这个世界的文化、历史、美食各种各样的东西，而不是说我们就在某一个点去进行一些捐赠，因为有捐赠型博主，而我们是旅行博主，可能在某一个领域我们是重合的，就是看到这个事儿啊，看到这些人，我们做的一些事儿有重合的点。但从耀阳的初衷来说，我们还是希望带大家看更多的世界。如果我们开了这个口子，我们拿了别人钱，大家知道这笔钱可能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因为人数多，甚至有些人可能捐赠的数额是非常巨大的。这笔钱一旦拿了，耀阳也是人，纳兰也是人。虽然我们原来做生意的，但是这个数字一旦大到一定程度，可能我们也会走歪路，可能我们也会忘初衷，所以我们不能开这个先河。我们去阿富汗帮助了很多人啊，我们帮助别人通常都是有度的，我们救急不救穷嘛，对，穷人太多了，我们不可能帮一辈子，所以我们会把一些他们最需要的，对他们来说最有用的去给到他们，而不是直接给钱。一旦直接给钱，就会惯坏了，他们可能会丧失原有的能力，最后我们走了，他们呢怎么办？反而害了他们。其实我们帮助别人的初心，都是看到别人受苦受难，或者我们心里看不过去了，于心不忍，于心不忍了，我们才会出手帮助。对，穷人真的很多，拉着我们要钱的，不让我们上车，封着车门的，其实很多。这种人通常我们不会帮助。对，我们更希望他们能靠自己的能力、自己工作来赚钱。我们喜欢说你工作了，我多给你一些钱都没有问题，给你一些奖励。如果你工作特别的努力啊，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给予他奖励，鼓励他继续这样。当然，我们的收益高了，我们可能够帮助的人会更多一点。比如我第一次去到马扎里沙里夫，我们走进了贫民窟，这是我第一次进贫民窟。从来没有进过，他们的那个生活的窘迫，他们那个流离失所的感受，触动了我们。用自己仅有的能力，我们想着他们最需要什么东西，我们尽量的去给予一些帮助。给我最深一个有一个镜头，我跟他当时呢，我们一直在取舍，我们是要流量，还是要作品？
对于任何的这种视频作者，其实流量都很重要。但是我们选择了后者，我们需要作品的完整性。有一个男孩在拿到我馕的时候，他无比开心。他第一时间拿他的馕跟你分享。他跟我分享，跟我击掌，那个孩子腿不好了，所以他站不起来。他跟我开心的击掌，跟我拥抱，那个镜头我要了。但是那个镜头其实抱着他的人是违规的。我们知道要了这个人，我们就会违规。但是最后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视频能够有温度。对，很多人问我们，阿富汗安全吗？阿富汗，我始终都是这么说，看似是安全的，但是一旦发生问题，就是大问题，就是大问题。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哈，这个近期阿富汗其实它的爆炸连连。其实现在每当我看到新闻，我的心都会痛。对，我们特别担心我们原来拍摄过的、认识的、经历过的一些人，他们是不是还在，是不是还安全？还有一些人问我们，阿富汗适合做什么生意？那么中餐能不能做？比如像一些快餐，比如像一些火锅、拉面适不适合做？我们首先是第一点，我个人觉得阿富汗不太适合做中餐，原因是目前咱们当地的华人比较少。通常我们在国外的中餐是卖给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就是当地的华人越多，那你的生意可能就越好。但是现在当地的华人并不多。因为他们吃的比较惯的是手抓饭，对，可能对于中餐的这个体验度、体验感，可能本身他们也是要顾及一下。他没法抓，对，像火锅。对，所以做中餐餐饮，目前我觉得还不是一个好机会。但是今后的话，我相信一定会有。对，今后的话会好。什么会比较好呢？我个人觉得，开工厂，开工厂会比较好。比如像小五金他们特别是战后恢复，他们可能要盖一些大楼要盖一些公路他们会用到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小五金，还有一些这种，比如像水泥厂像瓷砖厂就是这些能够辅助它战后修复的，我觉得是个机会。有些人说你们拍摄阿富汗这些东西对当地有什么帮助我觉得最大的帮助不是我们靠自己微薄的力量给人发馕，给人做点饭，给人买头羊，根本不是，而是让更多的中国人看到阿富汗是不是有机会，能不能去。一旦有1个、2个、3个，或者更多的老板发现了，这能赚钱，去到当地开了工厂，哪怕一个工厂只雇几十个人，那大家挽救的是几十个家庭未来的希望。对，也通过我们的视频，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阿富汗的人淳朴，而且他们勤恳、热情、好客、真诚。工作的时候也是任劳任怨，他们都是早早的就开始在营业，在工作，甚至有的人在新年的时候依旧在工作，他们非常珍惜工作的机会。没错，阿富汗人在这一点上，我发现真的是不懒。他们做事情，我觉得可以说做的没有那么好，但是他们不懒。还有人问你们还回阿富汗吗？我觉得我们还会回。我们有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我们放不下我们的朋友奥亚克我们放不下他心里一直惦记的小红帽。那么我也喜欢小红帽的弟弟，包括这个山上那家很多的我们10个女孩，对10个女孩的一些故事，还有那个我给了钱做手术的那孩子，他手术做得怎么样了？其实我都想看看他到底后来会怎么样，做没做手术，安没安全包括真的是奥亚克也一直走了以后，我的女儿今天跟我视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感动。说爸爸，我看了你所有的视频，最让我感动的是你跟奥亚克分开的瞬间。他说我哭了。他说完话我都想哭。他说当奥亚克叔叔走的时候，我觉得你们见不到了，你们就这样分开了，我就想到了我们也是这样分开，我们现在也看不到，我就哭了。我的女儿只有5岁，但是她有这样的一个感悟，她有这样能够跟着我们的心情起伏，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对，我们拍摄了很多视频，让很多的中国的孩子看到了，其实有跟他们同龄一样大的孩子，他们做着成人的工作，甚至做着很不好的工作，很累很辛苦的工作，还只赚很少的钱，让他知道他不敢再浪费了。比如我的女儿
把所有的东西全吃光，把碗里每一个米粒儿全吃光。把西瓜的，就是真的已经吃到皮了。真的，我从来都没这么吃过西瓜。他把西瓜皮恨不得都吃进去，就好吃吗？我觉得不是，因为他原来不这么吃。他说我不能浪费。我不能浪费，因为，阿富汗的小孩太可怜了。他说我真的很幸福。这个是我们拍摄视频以来真的很大的一个支撑，就是很多人觉得我们的视频是有温度的，能够给别人带来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力量感受。这个真的是我们的挺大一个支撑。最后再说一句啊，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孟加拉了，希望我们未来在孟加拉拍摄的视频大家能够喜欢。对，好了，多了不说了，我们也该睡觉了。希望大家每天都好，每天开心，每天开心，天天快乐。也希望大家看到耀阳的视频能够喜欢。好了，好，拜拜，拜拜。